因为非常久啊，就没有画这个 mega tutorial 给大家。基本上我们已经有大概3年左右没有再出这个化妆教学了。今天刚好心血来潮，可以分享2023年的妆容给大家看。因为3年前的妆啊，通常都是走比较浓的路线，爱玩颜色。2023之后呢，其实都是走的是比较淡的，着重在眼线上。这种东西都是时代变化会流行回来，然后一直会轮回的。所以你们看我之前的东西跟现在绝对真的是不一样的。我是一个不断会精进我自己化妆技巧的人，所以就绝对不能接受细节没做好。细节没做好，整个妆基本上就毁掉了。今年的圣诞节妆成为 party 中的焦点。当然呢，每个人都要了解自己的脸型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但底妆的话，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样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，它需要很透。当然你可以很多层，可是要看不出来有多浓。妆前的话，一定要先保养，然后还有敷面膜，两件事情是我一定会做好的。这粉刺我要挤一挤。让你的保养品更容易吸收，你也可以让脸的那个轮廓线更明显。我会加强这种地方，这种步骤啊，都是那种比较专业化妆师会帮你做的。如果没有做这些的话，直接化妆的话，当然就是还是会有差。妆前精华液会让你的肤质呢比较滑，晚点你涂抹一些粉底液的时候，就会更容易推开，然后隔离霜类的概念。但是呢，也可以用美妆蛋喷这个定妆水，任何定妆喷雾都可以。人家粉底也是用这种概念，要把它们通通都按到皮肤里面去，然后均匀的分布在每一寸肌肤上。开始可以上底妆喽。底妆是粉底液，我只会倒一点点，就这么少。因为太多的粉底液呢，就会看起来脸很厚，很像水泥墙。然后再加一点这种会亮亮的，可以混在粉底液里面，就把它搓一搓。当然有些人会用那种铁片啊什么的去混它，一样我会用我的粉底刷喷上定妆喷雾，涂抹。真的是太久没有我们的化妆教学了，停摆超级久了。后来频道都是在做一些好玩啊、有趣啊，我们的生活忽略了大家还是要化妆的，把它均匀的涂好。尤其眼下容易会有细纹会堆积的地方，那我出国化妆品真的是超级无敌多的。底妆就是一箱，眼影盘又是一大袋，化妆品就是另外一箱，然后口红袋又是一袋。因为化妆真的很需要灯，一定要用白光，它才会看得清楚，黄光觉得看不清楚的，就要自己架灯，所以我一定会带两盏灯出门，因为我行李总是比一般人还多，但是画出来的妆是比任何人都还漂亮。就算很困难，我还是要画得很好，而且要有个定点。这个定点是要很稳定的地方，绝对不可以是身高差距啊，或者是要弯腰驼背都不行，一定要在镜子在你眼前的。我们是要用美妆蛋把它均匀的按压。圣诞节嘛，所以我想说腮红这边可以画红一点点，麋鹿的感觉。就觉得2023的妆容其实都还蛮走那种很温柔啊、很可爱的这种风格。那2019就是走很个性的，所以我们频道刚开啊，那时候啊都是在玩那种比较大块型颜色、超级颜色啊，或是太夸张的摔角选手型。现在已经把底妆通通按进去了，你看皮肤的细节度就不会有那种很多粉底的感觉，也不会有那种颗粒感，有吗？不会有那种一点一点的，或是塞在毛孔里面的粉底都不会，因为我们粉底用的很少。粉底完之后呢，开始用的是打亮啦。打亮的话，我会打眼下一些些，额头，然后鼻子中间跟下巴。这些是打亮的部位，刚刚用的这个美妆蛋，眼下一定要打亮才看起来比较有精神，色泽不一样的层次感。因为眼下是很容易有纹路的，所以这边处理一定要特别的小心。单根的地方把它打亮，看起来鼻子会更高、更细、更小。好的，我们刚刚打完了这整张脸，来上阴影的部分，这是我会画阴影的方式。刚刚粉底刷就拿这支，所以拿这支推开，它一定要用刷子带。如果你是用美妆蛋打的话，会不够均匀，会很像一大片在那。所以呢，你要有这种线条感的话，还是要用刷子来带哦。我们也是要用美妆蛋打平均之后呢，让那边边角角的细节啊，可以更柔和一点。好的，深色立体部分也打完了。在上蜜粉之前呢，我会把眼睛的底膏都上完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不会让你的眼影糊掉，一整天之后眼影全部积在双眼皮的线里面，那会看起来超恶心、超脏的。我很建议眼影一整天下来都是要干干净净。然后我会再上蜜粉，涂上一层粉，定妆之后就可以直接上眼影咯。继续完成我们的底妆，液态打亮，
我就只用一点点。那时候之后呢，我会用指腹这样子打在我的高光颧骨这儿，然后到太阳穴这里，看起来更有光泽。再一点点打在鼻梁中间，尤其鼻头这里可以亮亮的，人中的地方差不多一点点。打亮的地方搞定了之后呢，我涂一些遮瑕膏，然后像痘痘啊、局部的地方，我再按压一下，让那些瑕疵地方消失，然后就可以用蜜粉开始定妆咯。其实我会打在就是刚刚有上过比较亮白的地方啦。我会再拿别的刷子，用比较黑色的粉来做修容，打在刚刚我们画黑的地方，看出来这个脸部的差别比较立体了哦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画眉毛了。画眉毛之前，先来吃颗丝完眉。眉毛部分呢，我又使用的是眉胶。画眉毛之前呢，先把眉毛上面的一些粉啊、粉底液啊、用棉花棒弄干净，才不会让我们等一下的眉胶上不上去。先把眉形勾勒出来。那比较喜欢粗眉的人，可以自己再描粗一点，看你自己的脸型哦。眉胶用完之后，我就用淡淡的眉笔画眉头，但是眉头通常都比较淡的，所以你要抓好。眉头一定要浅，眉尾是深的。你要看你的眼睛，就是你的眉毛结束的地方，拿一支笔这样直上去，你的眼尾朝那边就朝那边，所以我左边可以再加长一点。有时候会画到高低不一样，要用修的方式把它修出来，顺着你的眉毛的那个眉流。对，眉尾我会再用眉粉，还有我的比较斜线型的眉刷，然后沾一点比较深的颜色，把眉尾加深一些。这时候因为你的刷子是这种斜的，你也会比较好画出眉峰的感觉，以及最后的结尾可以是细细的，都是用这个刷子。通常画一个妆啊，做在这就要做3个小时，因为你看每一个步骤都很细，光是眉毛就超久的。看我这边我就觉得，我左边眉峰好像可以再高一点，我就往上拉一点。如果你有画到眼睛上的东西，赶快用 concealer 之类的，赶快把刚刚有画到脸的地方弄掉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咯。扁扁的这种斜斜的眉笔，眉毛尾巴的地方再带一下，因为有时候那个刷子太细了，所以怎么画都一点点一点点，就补一些空洞，然后呢，把它刚刚的画多余的地方，可能再把它修一下，让你的眉形看起来更自然，然后呢更整齐。我现在就是在挑眼妆要用的眼影，带一点棕红，然后配金好了。我今天用的是这2个好了，像它的咖啡色都是有点偏棕红的，这个也是一样，都是有点偏棕红，所以我可以用这个方式带金色。首先呢，我会拿的是这种毛笔，有点扁长的这种淡咖啡色，先画底。前面的眼窝可以涂的，但不要涂到后面的这个骨头这儿，会很可怕。所以我们尽量把眼影都放在下面跟前面眼窝的地方。那你可以再带另外一支比较圆头型的笔刷，把前面眼窝混起来。因为呢，这种扁平的刷子可能会界限比较明显，所以你要用这种圆头的刷子呢，把界限弄糊，比较不会快，这样会比较不精致。就要把前面眼窝上到啊，发现眼睛深邃非常多。然后眉骨这里就是不要去用太深啦，所以我会用手指把它均匀一下，把它糊掉。然后呢，可以画眼下的部分，往下到眼尾。那我们刚刚画完这边呢，我会拿这样子的刷子导出这个咖啡色，把鼻影上一下。就是从这边开始拉下来，刚眼窝的交界处，那比就稍微更立体了。因为我会拿扁一点的刷子，就用这个粉，然后可能要沾一下这个粉，一起堆叠，然后放在眼尾，画一个感觉像是有点角度的眼影，感觉有点斜上去，然后呢再均匀的去晕染它，把这个角度要拉出来。现在的妆呢，就讲求的是比较有质感，讲究气质，就尽量都会在眉骨以下。上完这颜色之后呢，我可以再加深一点的颜色，再拼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，然后眼尾加强。就刚刚你不是有画了一个角度吗？连接前面眼窝的眼影，后面呢就用比较圆头的笔呢，把一些空洞补起来，可以稍微往前画一些，然后再用刚刚的上一支笔刷一样呢，把它混一混，就比较不会有边界感。我很介意边界感，看起来就比较没有质感。然后就看我似有似无的画出了这种角度的眼影了，我会再用第一个刷子再把它们混一次，让这些边界感可以不要那么重，自然一点。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涂晶晶的感觉喽。我们就用亮晶，超级大亮晶。这颗我2017年放到现在，但还是可以用，放心，一样闪亮。我用指腹搓它，然后直接放到眼头这，哎呦，圣诞节的感觉就出来了。笔刷就很难盖上去，除非是一些很细小的部分，我可能再用一些小笔刷，很细小的眼头那类的亮粉的地方，就跟眼影再混一次。当然，如果线学不够亮的话，我另外一个大亮片的感觉，又再加深它的亮度，稍微盖就好了。
我们不是画过眼尾的部分吗？现在会再加强一次，看起来眼睛会更拉长。我来混一下边界感，再吃一颗丝完美，不然肚子有点小饿。吃糖果时间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画眼线咯。我会用这样眼线笔，没有那么深色的，比较糊一点的，比较容易可以制造晕染感。我先画一撇，像是把眼影端起来的感觉。那我现在往上拉，我觉得我左边可以再更上去一点，这条线拉回来，里面把它补满，然后眼头尾巴可以粗一点，跟眼头要窄一点。再来呢，我会使用的是眼影刷，搭配我们的眼影盘，可以找最深色的一个，开始勾勒线条。因为很多人会只用眼线液这样画上去就当眼线，我觉得太死了，而且那个眼线液还会反光，太没质感了。请你们用完眼线笔之后呢，再用眼影这样沾取铺开来。我要给它让它粗一点，但是有是无，尤其眼头色要晕染一下。我的眼线一定是会好多层。我会开始画内眼线，内眼线就是呢，眼睛这样子看的时候不会有一条白白的，眼皮之下，所以会拿细一点的这种眼线胶笔把这块白白的补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会拿这样的小刷子，再开始上眼线胶，我的眼线超多的，勾勒一些空洞，然后以及比较底部的地方，就是刚刚画眼影的一半就对了。可以眼线液咯，我不会选那种太深的颜色，我可能选就有点深咖啡色，看起来比较自然。把你的尾巴描绘一下。画完眼线之后，我觉得眼影还有一些地方可以稍微补一下，把它跟眼线贴在一起。再用一点点白色，把一些余粉、比较色泽不平均的地方我都会带掉，像橡皮擦一样。接下来处理的是睫毛的部分，那我会用打火机睫毛夹的这里烧烫。让它可以有热热的感觉，然后呢，你这样的睫毛就比较容易翘，就像烫睫毛的概念。因为我觉得一次这样夹根本夹不到整排睫毛，有可能会分个几段。再来的话就是呢，刚刚夹翘的睫毛呢，就涂上定型液，让它看起来更翘。然后再涂上睫毛膏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剪睫毛啦。因为本身睫毛都会长得是这样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不想让它一整排直接贴在我眼睛上，会很不自然，所以呢，我会帮我把它剪成4等份。那我只用透明梗的睫毛，我不用那种渐是黑色的呀，这个梗就没有那么软，不容易贴合，你的那个睫毛看起来就凹凸不平的。盘胶撕掉之后呢，先把头跟尾多余的这个梗剪掉，然后呢，开始分4等份。但你有看到这边的透明的梗的地方又凸出来，对不对？这应该再剪掉啦。第2等份，第3等份，我就这样分4等份，找一个睫毛胶，然后开始贴它。那我会把镜子凹一下，变成由下往上看。那我会拿这种比较有弯曲性的夹子，因为才不会挡到我们的视线。不要那种直直的，你会贴不好。然后贴到睫毛根部去，但是千万不要2个睫毛隔很远这样贴，要很近这样贴在一起，最好有点交叠，它才不会一个下一个上，不然你这样2边它一个就会垂垂的。一直跑进来，它自己跑进来的，好可爱哦。在睫毛贴完呢，把睫毛那边有点空洞的地方，可能有胶啊白白的地方，用眼线一补起来，不要让人家看到有白白的胶的残胶感。看有些女生她跟你讲话的时候，她眼睛上有一些白胶，我觉得那个就是很粗糙了。所以有任何白胶的，我们都要把它给涂黑，让她感觉不出来你有贴假睫毛的感觉。现在就可以开始刷睫毛，把它跟自己的真睫毛跟假睫毛一起刷。因为我们真睫毛刚开始已经弄翘了，所以它会很符合贴在我们的假睫毛附近。因为我们刚刚假睫毛不是有交叠嘛，前一段要跟后一段交叠，必须用睫毛胶把它们2个都粘在一起，才会像成片的，不会有那种分段式的感觉。把睫毛再梳开，这种刷子不要让它有蟑螂脚或者是结块的感觉，睫毛都要根根分明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继续完成我们的下眼影，再吃一下丝完美。吃的这个是什么？当然就是丝完美咯，保护我的私密处，又可以让我嘴巴酸酸甜甜的，但化妆的时候又不会觉得无聊，也是一门享受哦。因为我常常工作或者是化妆很长时间，就不会去尿尿，这些坏习惯就会造成一些瘙痒，甚至有些分泌物会变多。那如果连护垫都不用的时候啊，就会开始散发恶臭味，这个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状态。还有些人会用洗剂不当的问题破坏你私密处的 pH 值，这些都是造
成私密处不断反复发炎不健康的根本原因哦。但如果你想要吃市面上的这种液态胶囊，却不知道它的成分有什么，还有可能会有变质的状况，看了医生还是不断的反复感染。所以啊，预防绝对胜于治疗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都要拥有保护自己私密处的习惯。这时候呢，滋完美的莓果口含锭就是你最佳的选择。它是因为有双重的护盾配方，配方就包含了蔓越莓还有洛神花，所以就会像我口中一样紫紫红红的，让你直接吃得到、感觉得到，还可以降低感染的几率，预防尿道炎，并且含有世界专利的嗜酸乳杆菌，保持私密处弱酸性，抑制坏菌，维持你24小时的全面防护力哦。它的外在含有西班牙的玻尿酸，它可以补水、保湿我们的全身。日本玫瑰花萃取物，它可以减少暗沉，所以你妆化起来呢，脸都是非常水嫩哦。因为它是由里到外保健我们的全身，让我们散发好气色。甘氨酸亚铁可以让我们红润养颜，让你随时都散发出来白里透红的好气色。身体好，皮肤自然好，气色就会好，你的底妆啊就会更自然、更薄、更透，非常的有光泽感。那它因为是口含锭的关系，分子小，吸收很快，酸酸甜甜的莓果味啊，你不用配水啊，你就可以直接吃，非常方便。就像我刚刚化妆一样，是否变质啊，你一眼就可以知道。一般保养可以每天吃1到2锭，如果你想要加强保养的话，你就可以吃3到4锭哦。接触吃完美之后啊，你私密处状态真的变得很好，不再害怕一些闷热啊、瘙痒啊，甚至有恶臭味的问题。然后也可以让你从内而外散发出魅力。我会把这款好物推荐给所有的好姐妹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养成对自己私密处有更好保养的习惯哦。现在集美官网有超优惠的限时活动，大家赶快去囤货吧。好的，那我现在来画下眼影咯。首先我会把下面的眼睛这边刚刚有些余粉的地方把它清掉，拿出第一个颜色，在这用这种圆头的笔刷把连接上眼影的地方涂满，就沿着你的下缘，那后面可以粗一点。再来换稍微扁平一点的这种笔刷，可以沾刚刚深色的颜色，两个混在一块好了。从眼尾开始加强，这种比较深的地方呢，就画在刚刚第一道眼影的之内。我是勾勒线条的感觉，后面的话可以颜色明显一点。刚刚我们前面不是有用亮亮的感觉吗？这种小笔刷用个亮一点的颜色，然后放眼头，跟后面做连接。眼影的部分基本上就已经差不多完成了。觉得哪里有不够好的地方，你可以稍微再加强一下，再拿细一点的刷子再加深一点。然后呢，现在可以刷下睫毛啦。下睫毛刷之后呢，我就可以贴下睫毛了。我会贴这种一珠一珠的下睫毛，看起来很漂亮，比较自然。但麻烦的是，你就要一直这样自己贴，比较耗时，因为它每一珠都很小。现在眼妆已经差不多完成了，腮红刚刚不是要说画的有点就是稍微红一点，鼻子上就画一整条这样过去。然后呢，刚刚我们打亮不是有一盘画鼻影的嘛？然后现在开始打亮这个亮度，先打我的鼻子，回去这边。这边加强刚刚的有高光的地方，然后刚刚的腮红可能被稍微打掉一点，我再加回来。所以我本来说要画个淡妆，就越画越浓，但是也没关系啦，喜欢就好了。我觉得蛮好看的，用唇笔来画，这里描绘，我喜欢加大一点，整个是框在我的嘴唇之外。圣诞节嘛，用个比较粉一点颜色，比较芭比感的色，反正今年很流行芭比。虽然芭比色，可我觉得可以再裸一点。感觉起来会再淡粉一点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圣诞妆。